我那时候严重到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被一些奇怪的东西附身，走一走哦，我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很多人都有在我的 Instagram 下面问我说，我是不是交男朋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是一个临时的企划，就想说好好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诉说我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我前阵子 YouTube 都有在发片，但是 Instagram 上其实消失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也很怕大家会担心我怎么了。还其实大家没有关心我，然后就想说可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那影片的最后呢，也会回答大家在 IG 上面问我的问题。首先第一件事 ，K 就是我生病了。好，大家可能听到这边就是说，哦，是心理生病呢，还是生理生病？是大的病还是小的病？这件事情说来也蛮奇怪的。我那时候严重到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被一些奇怪的东西附身。就那一阵子我疯狂生病，是生理上的生病。一开始呢是先割我后面的那个小粉瘤，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耳朵后面有一点痛，那时候就安排一个手术，就是把它切掉。开完刀之后，我有拿那个粉瘤去化验，是良性的，就是一般的粉瘤。我生病那段时间都病怏怏的，就超级没有动力做事。那下一件事情是我在割完粉瘤之后，过没多久又生病了。那时候是得到一个肠胃炎，就是非常突然的，吃完饭之后我就非常的胀气，然后过没多久吃了一颗药之后，我就直接跑去厕所吐了大概4次吧，超级可怕。因为我那时候是吐到只剩下水的那种状态，然后隔天呢就变成是发烧，就发烧到38度多。那这一件事情吃完药之后有改善蛮多，但是更诡异的来了，就是在那之后呢，大概2-3天吧，我又开始流鼻血了。我那时候是早上在刷牙洗脸，洗完脸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水槽有血，我想说应该是刚刚那个什么牙周病之类的牙龈出血吧。然后我就这样一抬头看了一下自己，我就发现我自己鼻子在流血，我就觉得不对啊，因为我的鼻子之前是有开过刀的，不应该会流鼻血才对。然后我也不敢跟我妈讲，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看看这一阵子有什么情况好了。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出去了，走一走，我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耳朵听不见？它的那种听不见是你觉得你讲话会有回音，你知道吗？就是你听不见外面的声音，可是你自己的声音会被放大，可是它又不像是耳鸣，不是的那种声音，是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然后你讲话都会有被 repeat 的感觉。我就觉得超级奇怪。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完蛋了？我是不是得什么绝症？反正那阵子就超级可怕。后来我就跟同学讨论之后，他们就建议我去庙里走走，因为怕是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关渡宫拜拜。那拜完之后呢，依然没有好转，我后来就得了角膜炎。但是那一次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戴完隐形眼镜之后，开始整个眼睛发红，那一整个晚上我完全没有睡着觉，因为眼睛很痛，一直流眼泪，然后你又觉得自己畏光看不到。那隔天之后我去挂眼科，又过了一阵子才好起来，然后现在的状况就好了蛮多的。只是我觉得那阵子生病会让我整个免疫力下降很多，然后工作效率也降低很多，所以在那段期间，其实我 Instagram 都没有更新，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眼睛肿起来很丑啊，或者是割完刀之后耳朵有一块东西垫在这里很奇怪，反正就是有一点容貌焦虑又犯了嘛。而且那阵子的皮肤状况也超级差，吃了抗生素跟擦了 A 酸都没有用，然后整张脸烂的跟什么一样，我完全不敢出门见人。就那一阵子的容貌焦虑真的是一辈子的巅峰，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自己的皮肤有烂成那么夸张的。生病的部分呢，差不多是这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有在我的 Instagram 下面问我说，我是不是交男朋友了？没错，我交男朋友了，时隔2年终于脱乳了。对，其实也不是说一定很急着要脱乳，虽然我前阵子还蛮想要交男朋友，然后很积极在认识新的人，但我后来发现缘分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经意的时候才会有的。就以前很想交的时候交不到，然后突然觉得说去交换嘛，就随便啦，随缘，我只想去旅游，然后就交到了。我的男朋友很多人很好奇，是我在德国交换的时候认识的。那我们现在目前是远距离的状态，但是感情非常的稳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远距离真的很难，但希望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明年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找他，可以期待一下之后跟他的影片，应该会蛮有趣的。那再来下一件事情呢，是关于经纪公司的，也就是我频道的部分。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说到我离开经纪公司的事情，就是我离开了我待了2年的经纪公司，那现在呢又要回去了，没错。那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回去好了，因为这1年我自己经营，我就是当自己的老板，发案给设计师帮我做事情嘛。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最重要的就是自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也就是说，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我很容易摆烂，或者是事情很容易拖到 deadline 才完成。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以前有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提前规划好几部影片的排程。那之后的话，可能频道也会再改一些风格。因为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几天的 vlog 应该都有比较好的提升，因为我其实研究了很久，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好、更优质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呢，都欢迎在这一支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再来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回答大家的 Q&A 啦。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是会不会长期生活在德国？我自己呢是有这个打算的，因为之前的影片有提到想要去打工度假，但这件事情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有这个计划，然后也正在存钱。再来有人问会不会去德国 Ausbildung 或者是参加 DAAD 的短期课？那其实要参加 Ausbildung 或者是 DAAD 的短期课程呢，你的英文程度都至少要有 A2 或者是 B1。你知道 A2 跟 B1 的程度大概就是我国中英文的程度吧？我觉得应该还蛮难的。那我目前呢是没有计划要去参加这2个计划，但是我有一个精进德文的计划，也就是呢我现在在参加一个叫做 Lingoda 的冲刺课程。那这个 Lingoda 冲刺课程计划呢，在今年12月27号又要开新课啦，是这一个年度的最后一次冲刺课程。这个课我上了一段时间，很想要推荐给大家。我目前上的是德文 A1 的程度，我自己使用的感受觉得 Lingoda 的界面非常的清楚，而且约课也非常的方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区约到不一样的老师，而且多半的老师呢都是母语老师。我的老师还会课后补充教材，让我们后续慢慢的去学习。这是我上课的讲义，像老师就会在后面补充各种的资料，然后把一些重要的地方划线，我觉得还蛮贴心的。那冲刺课呢有分2种 ，Super Sprint 呢是在60天内参加60堂课，完成之后呢可以获得50% 的 cashback， 或者是你可以得到60个 credit。那如果说你想要轻松一点，可以参加 Sprint 课程 ，Sprint 的话是在60天内参加30堂课，完整参与之后呢可以获得50% 的 cashback， 或是30个 credit。那如果说你也有兴趣精进语言能力，输入我的折扣码可以拿到20欧的优惠哦。那再来下一题是我的 MBTI， 我的 MBTI 其实在前段时间又变回来了。我原本是 ENFP， 然后变成 ESFP， 最近又变回 ENFP。那我觉得最大的转捩点应该是在我去德国交换那段时间，我是 ESFP， 就是比较实际的人吧，因为那时候很常会规划一些旅游行程啊。但是现在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有些 plan 都变得比较随便，就是很随意，想干嘛就干嘛，没有那种很实际的计划。它真的是会随着时间还有你的想法改变的。下一个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应该都是在亚洲，所以我目前是有规划去韩国，机票已经买好，是在明年，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近的烦恼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找不到实习这件事情吧。其实我好像在很多支影片前就有讲到我在找实习，可是找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因为我自己觉得 YouTube 是一个很好的主业或者是副业，算是累积经验，但是我也觉得也要看那间公司或者是这份工作可以带来给我什么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挑工作上我也蛮 picky 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实习。最后一题是未来的职业，根据上一题呢，其实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想要做就是比较像 marketing 方面的，因为我本身就主修公关广告嘛，那这些部分都是 marketing 的一环，所以未来如果不做 YouTuber 的话，可能就是往这样一个方向走吧。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来留言跟我说，然后我尽量回答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聊天影片。那如果喜欢的影片呢，请在下方帮我点下喜欢，并且订阅我。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粉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